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以前钱挣的少，花钱还有些随心所欲，现在钱挣的比以前多，反而越来越不敢花钱了。大家有没有同感呢？月入3000的人好像比月入3万的人花钱还要潇洒。奇葩说有一期题目是年纪轻轻精致穷，我错了吗？当期的嘉宾杨超越就说，他月薪只有800块的时候，也要花700块买心仪的裙子，宁愿为此整个月都吃泡面。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这种现象在年轻群体其实很常见。他们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买5000块一套的化妆品，买限量款的名牌包。有个朋友月薪4000出头，买了个近2万的 LV， 还轻描淡写的说辛苦加班一整年，怎么感觉越来越穷了？看到我这个常年背程序员同款电脑包的人瑟瑟发抖。其实我能理解，一些场合是需要名牌包加持的，以便抬高身份，融入上层圈子。但大部分的真实情况是，买了名牌包之后，几乎看不到日常背出来，倒是在朋友圈3天2头的看到假装无心的露出大牌 logo 的生活照。这种感觉啊，就像上学那会儿攒了半年钱买一双 AJ 却不舍得穿的样子。但后来我觉得，如果我买了一样商品却不舍得用，说明它并不是真正属于我。买这些商品的目的不是使用，而是攀比虚荣，掉入假精致的消费陷阱。这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，渴望通过奢侈品给自己镀金，得到别人的赞美和尊重。就像打游戏的新手，能力不够，装备来凑。我身边也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朋友，他们也会买奢侈品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买的目的就真的是使用。有次看到朋友穿着最新款的 AJ 打球，我非常吃惊，他看到我也很吃惊，这鞋不就是打球的吗？所以当一个人有足够的收入，买与他消费能力对等的商品时，实用属性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穿2000块的鞋子，跟别人穿200块的鞋子的心态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很多人喜欢刷短视频，我们会发现啊，那些炫富类型的内容特别受欢迎，开豪车，穿高档服装，拿昂贵的包，然后下面有很多类似的留言，我也想要，有没有靠谱的购买渠道？好羡慕，不知道我要几个月工资才买得起。其实这暴露了另一个拉动年轻人消费欲的重要因素，互联网抹平了信息差。我们通过网络看到许多原本很难接触到的东西，本来咱们没看到，自然也不会想买，可看到了，新鲜感就被撩拨的蠢蠢欲动。日本学者佐藤义曾提出一个充裕主义的概念，就是说人们通过各种媒介见识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后，物质欲被激发，进而追求物质上的享乐。快速发展的短视频和新媒体无形中变成了品牌商品的移动橱窗，看得多了，诱惑多了，焦虑也多了，潜意识认为我只要买了它就可以过上那个人的生活。可实际上花2万块买的大牌包，每天挤地铁都紧紧地抱着它，每天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，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在办公桌上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反而内心被商品支配。许多年轻人不是有钱，而是敢花钱。其实这一点比较矛盾，一方面我觉得及时行乐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态度，正如美国电影《遗愿清单》里的台词，我们不能总是想着等到以后有了钱，有了时间，或者什么其他条件成熟了以后，再去做一些我们早就想做的事情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定能够看到明天早上的阳光。但另一方面，花钱过于随意，容易让人掉入深渊。花钱永远比挣钱轻松，商家也愿意看到你把兜里和信用卡里的钱都拿出来消费。虽然借贷放到现在看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，但校园贷、714高炮这些都给年轻人敲响了警钟。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信贷总金额高达799亿，与2010年的76.89亿相比，足足翻了10倍。另外，90后的负债额已经是月收入的18.5倍，人均负债超过10万，在借贷市场中占比近50%，其中28.57%的人使用消费贷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，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借贷，这也直接导致大量年轻人没有积蓄。90后的平均存款只有1300多块，咱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你的账户上只有1300块钱，稍微遇到点急事儿，可能就手足无措了。如果你留心观察，不难发现，真正的有钱人未必会在行头上投掷重金。香港媒体爆料过张曼玉一组照片，她戴着口罩在路边的平价店买了39元的内衣，最后还买了19块钱的拖鞋。郭晶晶出席重要场合时，被人发现头上的发圈才2块钱，背的包包也只有400多块。比尔盖茨有一次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有人问他戴的手表是不是能监控健康的，他笑着说没有，这只是一块10美金的手表。这些超级富翁为什么这么抠呢？他们把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拿张曼玉说，他所拥1.5亿物业资产，包括5个市值加起来共9000万的蓝湾半岛，其中4个单元是全款买入。人类简史里有个观点，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就是硬币的 AB 面，富人把钱都投入在生产，普通人就是花光所有的钱。所以这些富人花钱有个关键词，在生产，就是拿钱买入更多的资产，而不是单纯的消费品。我一个同事说，他每月还完房贷，再扣掉刚性支出所剩无几，
有时看着那些年轻人觉得好羡慕，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，喜欢就买，不看价格。事实上负债有优劣之分，所以要弄清消费型负债和资产型负债的区别。就像《穷爸爸富爸爸》里表达的那样，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是资产，把钱从你口袋里掏出来的是负债。房子显然是资产，它有机会带来租金收益和价格增值，这与消费造成的负债不可同日而语。我们要怎么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呢？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。首先就是不被消费主义裹挟，不为面子买单。贫穷的本质的作者班纳吉·迪夫勒说，他们在考察时发现不少地区的穷人有个共同点，特别爱面子。比如他们会花掉自己一半的年收入给逝去的亲人办葬礼，让自己在某些场合看起来有面而去买昂贵的服装。明明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要买电视看。纵欲是消费的原因之一，是源于不断膨胀的虚荣心。谁是有那个东西，我没有的话就很没面子，于是掉入坑中越陷越深。其次是延迟满足，很多人攒不下来钱，不是因为挣得少，而是因为花得多。有些人月入3000也能存下来一些钱，有些人月入3万可能还是月光族。我们应该有长线投资的理念，就是说放弃部分短期利益，换来更多长期的回报，克服纷乱复杂的消费诱惑，强制储蓄，用先存后花的方式不断积累财富。如果看到自己想买又超出消费能力的商品，可以先冷静下来，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没有它，生活是不是没法继续了？有了它，能否给生活带来质的提升？买它所需的钱是不是可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？问完之后，基本都能把不必要的商品从购物车中删掉了。最后是回归真实的追求，可以脱离物质，让自己感到幸福的追求。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雅之前管理着150家店铺，拿着6位数的年薪，20多岁就拥有了名车豪宅，但他并不快乐，每晚需要服药才能入睡。过于追求物质，不但没有让他感到幸福，反而忽略了家人。直到母亲离世，妻子提出离婚，他才发现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往往跟金钱没有关系。他扔掉了自己90%的东西，生活中只保留288件物品，却找到了生命的真意、健康、人际关系、热情、成长和奉献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样多累啊。不可否认，大部分对自己有益的事情都是反人性的。钱的问题最终也是人性的问题，就看是理性占了上风，还是本性占了上风。茨威格有句很经典的话，他那时还年少无知，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你今天花的钱会决定你3年后的生活，所以不要再相信那些洗脑的广告。买了再贵的奢侈品，上班同样挤地铁，中午照样吃盒饭，短暂的满足感和虚荣心并不会给生活带来任何质的改变。相反，谁透着了未来，未来一定会让他加倍偿还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被消费主义裹挟，不被浮躁的价值导向干扰，不管钱多钱少，都可以成为金钱的主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习惯性焦虑这个话题。为什么加上习惯性这个前缀呢？因为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焦虑情绪，但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在特定的压力事件的刺激下才会焦虑。比如张三找了2月工作还没找到，这事放谁身上都会犯愁，对吧？一旦拿到了 offer 就不会再焦虑了，这种属于正常现象。但是有一部分人，包括我，焦虑就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频繁。毕业论文没准备好，焦虑；女神没回消息，焦虑；朋友换了大房子，焦虑。甚至有些焦虑就像跟你很熟一样，来了都不先打声招呼，不明原因的让你浑身不得劲儿。不瞒大家说，我从小就焦虑，看到电视剧里有人死了，有时候我也担心万一我死了怎么办，还没谈过恋爱，还没给父母养老，现在想想跟个二货一样。如果你也是习惯性焦虑，可以弹幕1，我知道不止我一个。今天咱们就深度聊聊焦虑的根本原因和改善方法。Know Yourself 在2019年对年轻人的调研发现， 28.01% 的人处于高焦虑水平， 65.35% 的人处于中等焦虑水平。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也对4万网友进行了一次关于职场人焦虑的调研，结果显示 85% 的人有加班焦虑， 61% 的人有晋升焦虑， 57% 消费焦虑， 47% 学习焦虑， 45% 晚睡焦虑，甚至还有 37% 的人有发际线焦虑。突然感觉头顶一凉，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，但是要掉头发呢？你们俩长得这么丑，就不掉头发呢？职场危机、住房压力、教育内卷、健康隐患，焦虑就像雨点般打过来，让我们猝不及防。焦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外界压力和情绪控制方面，我觉得这些只是表象，而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下面4个。
有一部分人生来可能神经系统就更敏感。行为遗传学研究领域发现，第17对染色体上有一个叫 SERT 的基因，这个基因短的人更可能患上焦虑症。不过这只会影响易感性，就是说焦虑的概率比别人高一些。既然是遗传，那父母很可能也会有焦虑的倾向，而这在家庭教育上的影响可能会更大。焦虑的智慧一书中提到，焦虑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敏感，如果成长过程中敏感的特性没有被妥善关注和处理，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度过这些情绪化时刻，敏感情绪最终会演变成焦虑。就像我小时候，在我爸妈眼里，没有什么是打一顿解决不了的，所以我肯定不敢把我担心自己死了这个事儿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只会往死里打。公号利维坦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，比如一只狗饿了就去找吃的，困了就回窝睡觉，它的大脑就只是解决当下的问题。人类的祖先原始人也是一样，对于饥饿、寒冷、危险的焦虑就是行动的动力，焦虑也总能得到及时反馈，这是人类科学家所说的即时回馈环境。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延迟回馈环境，焦虑也被重新定义了，我们做的很多事儿都是在很久的未来才能兑现，比如上学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，上班是为了将来买房子娶媳妇儿。问题就出在大脑进化没赶上趟，还保持着适应即时回馈环境的状态，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在当下形成了一种时间错位，困扰着我们的大脑。为什么叫优势呢？因为一旦感到焦虑，我们会进入一种应激反应状态，这个时候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应对危险，但它耗能也高啊。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，我们就会感到没精神、没食欲，免疫力也会降低。焦虑是对未来威胁的一种防御和恐惧情绪。重新认识焦虑这本书对巴甫洛夫实验做了一个延伸版本。实验是这样的，第一阶段，他们通过声音单独刺激笼子里的老鼠，老鼠开始适应这个环境。第二阶段，声音出现后，紧跟着电击老鼠，几经折磨，老鼠把声音判断为警告信号，只要声音一响，老鼠就会木僵，这是一种先天防御行为，神经运动性移植状态，表现为僵住不动。第三阶段，取消电击，只用声音刺激，老鼠还是会木僵，这个过程被称为威胁条件反射。虽然是条件反射，但不是后天习得的，而是条件刺激引发反应的能力，也就是这条防御神经回路被激活了。控制恐惧情绪的部位是杏仁核，这个过程是威胁性刺激激活杏仁核，杏仁核对刺激进行加工，从而引发恐惧反应。比如张三有社交恐惧症，杏仁核就会加工社交中不确定的威胁，尴尬咋办？出手咋办？从而让他宅在家里。心理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，而且造成焦虑的心理因素还不止一个。这里总结了3点：一、压力管理失常。焦虑是压力引起的，但其实我们能发现啊，同样的压力，在张三这儿是压力，在李四那儿就没问题。心理活动会影响对压力的处理方式。第一次克服了压力，第二次就稀松平常了。反过来，第一次因为恐惧而逃避，之后一旦出现就会习惯性焦虑。二、控制欲的作祟。未来的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不可控的，但是有些人控制欲很强，结果就是在二者的矛盾中不断拉扯，身心俱疲。比如一个考试，你越想通过，心理消耗就会越大，焦虑感也会越重。三、讨好型人格的牺牲。讨好型人格都是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太顾虑别人的情感安宁，就会让心结越来越大，再加上担心内心想法会影响关系的和谐，所以都是自我消耗，进一步加重焦虑。并不是一焦虑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。如果你的焦虑并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，并没有让你坐立不安、胸闷气短、睡眠紊乱，也没有明显影响到工作、学习等正常生活，就可以通过下面4个方法来改善。焦虑是一种进化优势，它可以让我们发现潜在的威胁，提高警惕。比如要考试了，焦虑的人一定会提前复习，做好准备；心大的人可能到前一天才想起来。所以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行动力、效率和表现。不过压力一旦过大，并且是持久性的，大脑就会蒙圈，这可怎么办？是逃是打还是木僵啊？竟然会给你的身体和心理传递一些防御信号。相比防御，我们可以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处理、接受。可以借助下面2个技巧：一、用输出方式感受。如果觉得不好意思给别人说，就写下来，什么事件导致的焦虑，哪里感觉不舒服，心理和身体上发生了哪些变化。写完你会发现，这些感觉不是消极的，他们的目的不是让你难受和逃避，而是让你重视起来，应对困难。谁会排斥提醒自己的助手呢？对吧？二、正念冥想法。我们内心的丰盈也有其发展规律，而且没办法通过外界工具来填充，只能慢下来、静下来，关注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，坐下来，专注自己的呼吸。前期可能会走神儿，有个松静入定法很好用，就是吸气时默念静，呼气时默念松。它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掌控感，接受原本接受不了的焦虑。
弗雷德里克·方热医生在医治受伤的自信中介绍了一种方法，叫走到灾难的尽头，就是找一张纸，左边呢就写最坏的结果，一步一步往下写，每一步都往最坏的地方想。比如开会没准备好，客户对方案很不满意，终止合作，老板把我骂了一顿，炒了我，新工作也找不到，老婆也不要我了，我严重抑郁，被送进精神病院，最终在精神病院走完这凄惨的一生。右边写最坏结果的备选情境，开会没准备好，客户对方案不满意，让我修改，老板把我骂了一顿，罚了半个月薪水，我找到了新的工作，老婆还是留在我身边，我得了抑郁症，但积极接受治疗，康复并重新开始生活。两边对比之后，咱们能发现最坏结果就跟我小时候担心自己死了一样傻，而正常的情况其实都在备选情境里。写下来之后，你就能把注意力从最坏预想转移到备选的情境当中，之后的每一步也像有了计划一样，不确定性的概率降低，掌控感自然也得到了提升。这个方法我觉得是最硬核的，这也是行为和认知治疗师比较认可的一种治疗方法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怕什么就让你干什么，反复接触让你焦虑的事物和场景，比如从马上掉下来就再回到马上去，恐高就强迫自己站在高处。要消除恐惧，一个人必须克服习惯性回避，并且重复暴露于能诱发恐惧的刺激中，经过消除作用，对刺激的反应会逐渐减弱，进而意识到刺激并不能真正的伤害自己。这个方法又分为实景暴露和想象暴露，前者是直接进入真实的场景，比如社交恐惧，就在一段时间内频繁地参加各种会，多跟陌生人交流，身体已经跨过了这道坎儿，内心的坎儿也就变得容易了。如果有些场景让你非常排斥和焦虑，没有勇气直接接触实境，就可以先用想象暴露法，就是在大脑里刻意的想象让自己恐惧的场景，或者通过图片、电影的形式，直到对刺激的敏感度降低，不再焦虑就可以了。当然咱们自己可能不太会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对待自己，所以一般情况下需要别人的帮助。焦虑是对未知威胁的防御情绪，但是我们又没办法控制大脑不去想这些，因为大脑只能决定自己想什么，决定不了不想什么，这叫做白象效应。比如我跟你说，你想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想白象，你会发现白象不停地闯入自己的脑海。所以要让大脑不关注焦虑情绪，就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可控的地方上。咱们之前提到过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，里面有2个概念，影响圈和关注圈。关注圈就是咱们日常关注的，比如天气、新闻、事业，当然也包括焦虑感。影响圈是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事情，比如努力学习，成绩就会提升。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提醒我们关注自身能控制的方面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控的方面。比如我担心考试考不好，想考题能不能简单点，时间安排在上午会不会好点，关注这些没什么用。反过来，我担心考不好，就把复习资料拿出来，多看一遍，没准就多对一个题。而且这个方法还能帮我们有计划的支配行动。我们以焦虑的事情为终点，通过流程图往前推，制定计划，找出能改变的影响圈，重点关注，不能改变的关注圈，不去纠结。然后从起点开始，再向后推，支配行动。一步步下来，会发现掌控感会越来越强，焦虑感会越来越弱。好了，4个方法都分享完了，除了第3个，其他的我觉得都比较简单易行。而且如果4个方法一起使用的话，能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消除习惯性焦虑，亲测有效。所以帖子们如果觉得还不错，3连就不要下次一定了。如果你的焦虑比较顽固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经历？上学那会儿，别人学我也在学，他们敢熬夜，我就敢通宵，结果一考试，人家130，我83。上班了也是一样，太阳不下山，我就不下班。地球不重启，我就不休息，结果人家升职加薪，我连温饱都费劲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是一天24小时，都是有着高智商的人类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假性勤奋，或者叫无效努力的话题。就是有一些人基本不会拖延，事来了马上就干，感觉很忙很努力，但是别人努力的结果都是看上去毫不费力，他们努力却像毫没费力的样子。下面咱们看看假性勤奋的4种表现，小伙伴们也可以对号入座，说中了也不要紧。今天的视频可以让你摆脱假性勤奋，变成高效努力的大神。1. 避重就轻，重复简单环节。要考试了，我一个同学准备复习英语，但是越看越瞌睡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自己擅长的是数学，数学多考几分补回来就好了，转而去做数学题。考试结果出来，看着不及格的英语自我安慰，局部缺陷不影响整体。很多人喜欢避重就轻，挑自己喜欢做的、擅长做的，在舒适区内努力，其实只是简单的重复，对结果影响不大。
而且这种行为会让我们不断的逃避困难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。比如想扩充知识面，经管类、文学类的书看不下去，就去看小说传记；小说传记也看不下去，就去看网上的鸡汤。我以前还欺骗自己，看多了都一样，现在想想别人打的生疼。2. 自我感动，沉迷表面假象，稍微努力一下，就感觉自己在拼命一样。去图书馆看了一上午书，下午必须打游戏犒劳一下自己。减肥稍微掉了2两肉，那必须自助火锅可劲造。沉迷已经成功了一半的假象，并不是什么好事儿，相反会很大程度的阻碍我们继续努力。学英语，我下了很多 app，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健身，跑鞋准备好，健身卡充起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我之前因为想学摄影，特意买了单反，现在都放受潮了，我连光圈快门都没整明白。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些都是形式主义，对吧？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没有质的效果，一切都是零。真正努力的人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简单直接就是干。3. 低效努力，拒绝优化方法。很多企业家喜欢吹捧自己创业多么努力，说年轻人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不够努力，怪不得成功学没人学了。那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废话。脱离方法谈努力就是不切实际。一些人把1万小时法则当成真理，认为不管学什么，凑够1万小时就能成为专家。但努力并不是单纯的重复和天真的练习。刻意练习把这种努力描述为基本上只是反复的做某件事儿，并指望只靠这种反复就能提高表现和水平。还拿上学那会儿来说，一些学生做题不会总结规律，所以换了题干就需要重新思考，而学霸呢会把这些归为同一类题，碰到了只需要套公式就可以了，效率和正确率自然高很多。4. 缺失管理，浪费时间精力。咱们来看看虚假勤奋的人的一天。早上醒来，计划把 PPT 改一改，刚坐下，手机弹了个消息，某某明星被朝阳区群众举报干坏事了。这个挂壁得是啊。然后顺便把微信消息和邮件回复了一下，一上午就过去了。吃完饭总该老老实实做 PPT 了吧？发现没有思路，又找资料、翻文档、处理杂事儿，跟同事聊天，一下午又过去了。看上去也在忙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咱们把这些事儿放到时间管理4象限理一理。不重要不紧急的事儿，回微信、吃瓜、跟同事聊天花了3个小时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，回邮件花了1个小时；不重要但紧急的事儿，找资料、处理杂事儿2个小时；最重要且紧急的 PPT 其实2个小时都不到。就好比一个电影，配角表现抢眼，直接把主角给干死了，这就离谱了，对吧？其实从上面4个表现，我们就能发现问题，也知道该如何去改变。但如果单纯的说要进行时间管理，要优化方法，提高效率，好像又不太能解决根本问题。下面咱们就用3个步骤系统的分析改变的底层逻辑。以前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总是质疑里面的布局。1楼是专柜，2楼是日用百货，3楼才是最常买的食材。我买个酱油都得绕一大圈，后来每次去超市都推着一车东西出来。有次只是去买点纸，结果被推销了一个店名称，我才知道这是高手。我们做事儿也是一样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干扰，不停的给你绕圈子。所以紧盯目标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咱们要以终为始，确定主线，可以按这样一个步骤来。1. 以目标为终点向前倒推，就像游戏的关卡一样，然后确定每个关卡的主线任务。2. 确定每个阶段需要做的支线任务，就是你过这一关需要什么装备，但是要注意支线只是为主线服务，目的还是要过关。3. 整个流程大致明确之后，就开始在新手村练习吧。不过这次你已经拿到了游戏攻略，不会再盲目打怪了。别让无效努力毁掉你的作者克里斯贝利，他提出了高效的3个要素：时间、能量、注意力。1. 时间管理。第一个方法是砍掉不重要的事项，只保留3个。我们可以根据主线任务列出1个月最重要的3个任务，同时拆解为每周每天最重要的3个任务。其实咱们80%的成绩往往都是由1、2个重要工作决定的，所以3个任务基本能涵盖我们最重要的工作，而且不用便签也能轻松记住。第二个方法是找到自己的生理黄金时间，就是在一天当中哪个时间段记忆力最好，哪个时间段思维活跃，用这些时间处理对能力要求不同的事情。比如我会在上午写稿子，晚上做视频，这个需要自己测试，找到符合自己的最佳节奏。状态不好的时间就用来处理不重要的琐事。2. 能量管理。有了能量你才能放大招啊！但是我们会发现，一些人白天睡不醒，晚上睡不着，结果能量都用在了熬夜上。大脑只占身体比重的 3% 左右，但是却消耗 20% 的能量，能量不足自然带不动这个 CPU 啊。能量管理的方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但是可能没有在意。A. 合理饮食，多喝水，喝红牛都没多喝水有用。B. 适当运动，在运动时你的大脑会释放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对新习惯的脑神经回路的形成很有帮助。C. 充足睡眠，脑脊液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流入大脑，清除大脑内的代谢物质，是正儿八经的洗脑。
3、注意力管理。神经系统科学家认为，注意力由3部分构成：中央执行系统位于我们大脑中的前额皮层处，负责思考和计划；焦点就是注意力聚焦在当前任务的能力，提高效率；意识察觉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什么，避免干扰。只有在只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中央执行系统模式才会启动，然后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任务。另外，尽可能避免一切干扰，比如关掉手机、去图书馆，这样你的意识才会更专注。刻意练习中提到的刻意练习，我觉得是非常强大的学习方法之一。除了目标和专注之外，刻意练习有几个典型的特点，符合这些特点的练习一定会事半功倍。A. 每一步都有反馈，一方面就像打卡一样提高成就感，另外一方面可以检测哪些地方有缺陷，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升。B. 走出舒适区，开5年出租车也不会成为车手，尝试做一些没有做过、对自己有难度的事情才是刻意练习。在舒适区练习1万小时，也只能代表我能，而不是我有能力。C. 能产生心理表征，心理表征就是你大脑思考任何事情时的心理结构，或具体或抽象，而心理表征的质量和数量就是高手与普通人拉开差距的因素。比如我提到奥特曼，你马上就能想到这是日本动画片，里面有赛罗、迪迦他们打怪兽，这就是心理表征。下棋的小伙伴应该更有体会，高手能对棋盘走势配置更准确的预判，更快速的决策，而像我这样的新手就只是走一步看一步。它可以帮我们找出规律，制定计划、组织和解释信息。刻意练习能产生心理表征，又依赖心理表征，所以这些也是培养心理表征的方法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天赋，真的只是正确的练习，当然前提是你要有效努力，而不是假性勤奋。通过上面3个步骤，你就可以摆脱假性勤奋，用更少的时间达到更好的效果，做到真正的努力，让自己看上去毫不费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大家都在说，现在不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，而是一个越来越卷的阶段了。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，导致各行业各领域基本都饱和了，增量涨不上去的结果就是存量之间的互相转移。以前听那些商业大佬们还有些新鲜感，后来就没什么新东西了，讲来讲去都是新零售、下沉市场、互联网加，说到底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帮企业主搞流通的，帮企业主割消费者的韭菜。可不敢胡说啊！这些怎么说也算商品流通，是正儿八经的买卖，但现实是这些已经无法满足大佬们的胃口了，因为这个过程很长，要用钱做成商品找到市场，干掉对手才能赚钱，费时费力还不讨好，所以大佬们现在都喜欢玩金融，花呗借呗白条金条，这种操作才是省时省力来钱快。没有新科学技术，没有新经济动能，没有增量，只有存量竞争，财富互相转移，穷了张三，富了李四，左手倒右手。所以现在人们大多不敢辞职，不敢投资，先守住现有的一点蛋糕才是王道。网上有一些牛人，把没有新科学技术引领新经济浪潮之前的赚钱套路总结为以下3种，咱们来看一下。退后！我要开始装逼。人的一生都在为认知买单，所以收智商税是个好买卖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知识付费，这也迎合了现在内卷的环境，大家都想多分点蛋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武装自己。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给我拉下来！咱们能发现，除了对应用科学外，占比最高的知识付费都是一些比较虚的东西，比如创富课、经济课、人际关系、情感、职业规划等等。这些领域大多没有什么实打实的技术，都是思维上的套路，玩的就是刺激和牵制看课的欲望，先贩卖焦虑，然后告诉你现在不行，但是学了我的课就行了。其实目的就一个，就是引你上钩，然后慢慢让你掏钱。上课唯一改变的就是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那些导师们大多也不知道怎么赚钱，怎么改善人际关系，怎么规划人生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课有多少人买。有内部人士称，一些课程机构一家公司也就10来个员工，一年能开发328节课，除去节假日1天1节，我想来想去也就网上复制粘贴这一个方法了，谁还能指望这些课程改变人生呢，对吧？即便有些导师有真货，也不愿意为了几千块钱的学费就和盘托出。比如讲创富的，本质在于利益分配，利益分配又在于各领域的政策，所以脱离这些讲创富，不如自己去看书。比如讲情感和人际关系的，其实导师们就是满足观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而已，然后生搬硬套讲一些情商的案例，除了当时能引起共鸣之外，实用价值不高。再比如职业规划，连博士都去应聘中学教师的那种环境下，这些技巧就显得苍白无力了。规划职业不如规划如何不被割韭菜。以前收智商税大多是线下，要有讲师，要把学员召集到一起，开多元大会一样，成本高，门槛高。现在好了，互联网让信息流通更容易，
一台电脑、一根网线、一个 PPT 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知识付费的门槛低，来钱快，那竞争自然也更激烈。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，谁跑得快，谁又能抢占流量，割第一波韭菜。想要跑快，就没办法沉淀下来，把精力放在打磨内容上，除非财力雄厚，烧得起钱。没办法，想要不被劣币驱逐，那就都变成劣币吧。当然，受害的还是消费者，咱们钱也花了，时间也浪费了，到头来啥也没得到。有记者在黑猫投资平台搜索看到，行业3大头部公司微秒、起牛、长投在2021年2月的投诉高达900多起。60、70年代的生意人都懂得一个赚钱秘籍，那就是走在模仿的前面。咱们都知道，人分圈子和阶层，圈层之间是一个下层不断模仿上层的关系。下层圈子努力模仿上一级圈子的一切行为，从衣食住行到行为模式，而上一层圈子努力摆脱下层的模仿，追一步跑一步，永无止境。生意机会就在此产生了。模仿就是接盘，赚钱就是拿着上层玩剩下的东西，去下层找接盘侠。国内高层模仿国外贵族，国内中产模仿国内高层，4、5线模仿1线中产，乡村模仿县城和省会。现在最大的接盘侠群体就是中产阶级，由于消费有一定的能力，中产阶级模仿上层阶级，在衣着上就用名牌武装自己，但兜里的钱紧张还不起，就出现了 Zara 之类的，还美其名曰快时尚，其实就是抄出来的，版型差点，质量差点，卖给中层。吃的也一样，很多网红店都是这么来的，不管好不好吃，环境好点，价格贵点就可以了。中产应该是最看重教育的了，所以留学、读研、读博士，其实学历也是商品，是上层人玩剩下的。包括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在内的美国院校的 offer 都是可以花钱拿到的。有2种途径，一种是捐赠保录取，旨在为资本雄厚家庭的子女提供上名校的机会。潘石屹给哈佛捐了1500万美金，他的小儿子就去了哈佛。开不开心？另外一种是机构保录取，这种对学生自身条件有一定的要求，如果是为了深造那无可厚非，但单纯为了给自己镀金，高额的学费只不过是一种高级败家。学钢琴、芭蕾、礼仪、马术也是从上层模仿下来的，上层人钱多，所以学来玩玩。中产以为学到了就拿到了几身上层的门票，其实绝大部分都只是浪费钱。在这些模仿里，生意机会就出现了，出国中介、艺术培训、各种轻奢伪奢侈品、学区房，走在模仿前面的生意要相对轻松一点，只要能抓住模仿的关键点，有时间有资金，再加上苦心经营，大概率能打造一台赚钱机器。模仿这种风行一般时间都会持续个10年20年，尤其是层级越高的模仿，比如对西方贵族的崇拜和模仿，这里面的生意机会能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。前面的赚钱道路还停留在挣钱和赚钱的阶段，说白了都是辛苦钱。最高级的套路莫过于吹泡沫了，这套路西方走了近200年，无外乎2个玩法：放贷和炒资产。好听的叫法就是某某金融和某某投资，都是吹泡沫。在这个层级里面，钱就是数字，只要有方法吹就能把它吹大。低级思维看钱都是各种累，付出所得的回报；高级思维看钱，钱就是个数字，不用干活，不用付出，只要找到吹泡的机会就能把钱吹多。放贷玩的是复利，资本做大了都在玩放贷，咱们看市面上各种网贷、套路贷就知道了，这才是大佬们的核心利器。所谓的公司本质业务都是表面，这种只有资金足够雄厚才玩得起，也是那些所谓的科技公司、互联网公司的最后一步棋。另外一个就是炒资产，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，资本的核心在于资产价格，赚取资本的核心是吹大资产价格，也就是泡沫。假使整个社会只有 A、B、C 3个商品，总价值300元，每个商品原本价值100元，努力把 A 商品吹高价格吹到200元，总价值不变的话，那么另外2个商品就只值50元了。但这么玩太明显，所以现实都是多发几百块钱的货币，这样 A 价值400元， B 和 C 各价值200元，大家都涨了，只是 A 涨得多，这个大家可以接受。但如果只是 A 涨了， B 和 C 降了，大家就接受不了。 A 玩的差不多了，就该换 B 玩了，吹高 B， 然后卖出找接盘侠，再换成 C 玩。在这个生意里面，你需要提前买入即将吹高的资产，只要玩资本的地方就一定有泡沫，没有泡沫哪能叫资本，对吧？所以那些所谓的专家分析某某资产到底有没有泡沫之类的文章，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混淆视听，赚流量，收智商税。对于全民来说，15年前最好玩的就是房产，今天开始划分，最好玩的是一线核心地段可租可售可流通的房产，这个玩差不多了，下一个可能就轮到股市或者农村土地。这就是赚钱的3个层级的套路，说这些不是让大家投机，当然一些高层的玩法咱们也没能力参与，不过知道了游戏规则，我们就能尽可能的避免被割韭菜，从被操控的棋子变成理智的旁观者，坑踩的少了，才能有赚到钱的概率，对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
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